NAD/IV 2周后副作用出现了。欢迎收看丁妈视点评，我现在正在墨西哥度假，外面的风景可美了。上期视频呢，跟大家分享了我的 NAD/IV 的亲身的经历啊，里面提到了睡眠呀、脑力和体力的改善。虽然效果呢只维持了1个星期，但总体感受是不错的。然而 NAD/IV 2周后副作用出现了，一向准时准点的大姨妈这次拜访的时间竟然提前了4天。月经周期主要受垂体释放的黄体生成激素和促卵泡素以及卵巢产生的雌激素和孕酮这4种激素调控，任何激素的波动都可能影响周期的长短，而 NAD+ 对这4种激素都会有影响。它会降低促卵泡激素的水平，促进雌二醇、孕酮和黄体生成激素的合成。比如当一个女性在排卵期刚刚结束之后就打了 NAD， 那么孕酮就会提前升高，子宫内膜随之增厚。随着 NAD 的代谢呢，孕酮水平降低，那么就可能导致月经的提前。因此呢，虽然大姨妈来早了几天，我也并没有特别的意外啊。部分提供 NAD 注射的医美机构把月经周期改变的现象解释成 NAD 的卵巢保养的作用。虽然这个逻辑不一定对，但是呢 NAD 的升高可能会有助于卵巢抗衰。卵巢衰老的特征是卵母细胞数量和质量的下降，导致雌激素产生减少，生育能力下降和更年期的到来。最近的研究发现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卵母细胞中会消耗降解 NAD+ 的 CD38 的表达量会增加，导致 NAD+ 水平的下降。给实验动物补充 NAD 前体物质，比如 NIN 或者是 NR， 可以增强线粒体自噬，并且改善衰老卵母细胞中的线粒体动力学和线粒体的功能，减少氧化应激和炎症，最终提高卵母细胞质量数量，并且提升生育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是小老鼠，那么给它注射 NAD+ 呢，还真可能实现卵巢保养。很可惜呢，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查到相关的人体研究，所以说人能不能实现同样的功效是不明确的。很抓马的是我查到的一篇跟人相关的文献，研究对象却是男性。研究人员发现，与卵子不同的是，精子中的 NAD+ 水平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更没想到的是，NAD+ 水平跟精子质量成反比关系。精子 NAD+ 浓度高的受试者往往精液浓度活力和 DNA 的完整性较差。文章作者推测，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不同，很可能跟2种配子的更新机制的不同有关。卵母细胞在女性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存在了，细胞呢会不断的老化，伴随着 NAD+ 含量也不断的降低，而精子每120天更新1次，所以不太可能受到与年龄相关的 NAD+ 下降的影响。在一项动物研究中发现，口服补充 NAD+ 前体会增加睾丸中的 NAD 的浓度，并且显著损害精子的数量和活力。因此呢，额外补充 NAD+ 很可能对男性和女性生殖能力的影响是完全相反的。在更多临床数据出来之前，正在备孕的男士在尝试 NIN 或者 NR 这类保健品或者 NAD+ 的注射之前呢，就一定要三思了。好啦，今天的丁妈视点评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觉得有收获，请别忘了点赞、收藏，并且转发给有需要的小伙伴。咱们下期再见啦，我度假去喽。让这钓鱼全都落下。